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oko， 很感谢大家让我上一支影片的点阅率破万。那也有很多人在 Dcard 在我影片下面就留言问我很多关于语言学习的事情。然后在回答那些问题之前呢，今天呢，我想要先讲一个给想要学语言的人的5个建议。那第一个呢，其实就是很多人会说他们想要学一个语言，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从发音开始。因为学任何语言，他们一定都有一套发音的系统。像日文，你就要从50音开始背；韩文就要从40音开始背；德文的话，你就要从基本的发音规则开始背。发音就是一个不可以跳过，但是它却又是有点无聊的地方。因为比如说你学习到一个阶段的话，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学习，你可以听歌啊、追剧啊，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学习。可是，在最一开始的阶段的时候，你就是只能练习发音，有可能导致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好无聊，就不想读了这样。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，我会推荐大家在一开始学一个语言的时候，不要急，一天就5到10分钟就好。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辅助你学习啦，就是比如说日文，你可以听这个，它是50音的歌，然后韩文你也可以听子母音的歌。像我在学韩文的40音的时候呢，当时我是看 LJ 的字幕音的那个韩文教学影片，那我一天呢我就花个5到10分钟，真的是只有5到10分钟而已。我大概两个礼拜，我就把字幕音跟收尾音等等全部都学起来了。像德文的话，当时也是从最开始的发音开始学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就先不要急，就一天一天慢慢的去熟悉这个语言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通常你在学这最基本的东西的时候，网络上一定会有免费教学，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也不需要去买书，也不需要一开始就是要花钱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从免费的资源开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发音学起来，然后不要急，一天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要有你的学习计划。其实学习计划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我也会在下一集就是详细的讲说我是怎么样去做我的学习计划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是简单的讲一下说为什么你需要一个学习计划。比如说我今天学了1个小时，然后明天又没学，后天又没学，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又想到，然后又把课本拿出来又开始学，就这样学学停停，学学停停，没有一个时间轴的概念。你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你不知道你中间持续了多久，那你也不知道你停滞了多久，然后又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。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比如说有些人学，就是说奇怪，我都已经学这么久了，怎么好像都还不会啊，就是连基本的都还学不太起来。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学了多久，因为他们没有做学习计划嘛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学习计划，你突然觉得说，好像我学很久了，可是一看你才发现，其实才学2个礼拜而已。这时候你就会提醒自己说，原来我才学这么短的时间。这也就是学习计划的好处啦，让你对这件你学习的状况有概念。那简单的推荐就是你的学习计划要有每天的那种每天记录，最好就是有这种像月历的记录方式啦。比如说这边我就已经写好一个范例，是2019年4月，然后这边就写学德文。那这边就是如果你有学的话，就每天就打一个勾这样子。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上说，比如说今天学30分钟、1个小时、35分钟等等，然后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去学，比如说教科书、看影片等等，也可以写上说为什么。因为出去玩，所以这3天都没有读书。时间啊、方法或者是理由等等，其实是可以不用写，只要你有这个每天做记号的。那比如说今天是22号吧，就会看说，上个礼拜只有学3天。然后第1个礼拜的时候还比较勤劳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有学5天这样子，就可以很完整的记录你整个学习的状况。我现在是没有在用这种月历，我是直接写在我自己的本子里面。那我会在下一次影片跟大家讲说我是怎么样写我自己的学习计划，你也可以做得更详细。那你也可以就是参考看看这个月历的方式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个问题。有时候呢，你发音学起来了，然后你终于开始进入轨道了，然后你学习计划也做了，但是学了一阵子之后，就觉得说，很像失去热情，就不想学了。这种状况一定会有，一定会有。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讲，就是懒了。就是觉得不想学了这一句话，应该是可能会出现在每个学语言的人的脑袋里面。
只要你经过一段时间，然后你没有变出新的花样的话，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很无聊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讲的第3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要有多样的学习方法。就像打游戏，如果你每天都打一样的关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，然后也没有新的模式，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，其实有很多种小游戏啦，玩到后来就是你就会把它放在旁边，因为它没有多样性嘛，玩久了就会觉得腻了、无聊了。可是如果说是比较有多变化，然后可以升等啊、各种关卡的那种游戏的话，可能就会被玩得比较久。那以这件事情来看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你的学习方式啊，你是从头到尾都一样，每天呢你就是读教科书，那想当然了，这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无聊。这时候呢，你就要给自己新的方式去学习。我常会觉得，其实说学语言是无聊，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无聊，而是你的方法无聊。等于说，如果你只要找到有趣的方法，然后多样性的方法，其实学语言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。意思是说，当你感到无聊了，你感到腻了，就是不想学了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就要去网络上找新的方法。你也可以买新的参考书，就是不要再使用旧的方法。当然，你可能新的方法用一用，你可能又觉得有点无聊，但用回去旧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。但重点就是你要检视自己的就是心情，然后要有变化这样子。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有时候呢是好啦，我也有多样性的方法啊，我计划也有定啊，然后就一切都好好的可是我有时候就很忙咩，有时候就不想学，就犯懒。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，你这个礼拜突然有一个很忙的事情要做，你突然有个报告，你突然有朋友来拜访等等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说好忙哦，我就自然而然想到说要读书这件事情，就会先觉得它很烦了。又或者是我们就简单的说一句，你就是懒的时候。其实不管你给自己再多的，不管你催眠自己多少次，不管你盯着你的读书计划，就是你说服自己多少次，其实都是很难拖动自己到书桌前面去读书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讲的第4件事情，其实就是不想读就不要读。你可以用听的，就懒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怪自己，你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它。那我前阵子我就发现有时候真的是很懒。比如说出国玩的时候你总不可能带着一本参考书，你还要就是读书吧。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你就用听的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听广播，但对我来说广播是蛮无聊的，所以我几乎没有在听广播。通常呢，我都是像是如果我有看韩剧，那我第一次，比如说我就看中文字幕，我了解它的意思了嘛。那等到第2天好懒了，我不想要读书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韩剧播出来。我就把它播在我房间，比如说我在打扫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在化妆的时候，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就用听的，就听那个韩剧。那因为你前一天你也懂它意思了嘛，所以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。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它让你不用思考，但是你还是在接触这个语言。那一天你也可以5到10分钟，你就听的就好，这也算是一种读书的方式。那它特别有用，就是在你很懒的时候，你特别不想坐到书桌前面的时候，用听的其实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今天就是懒，你就是不想要坐到书桌前面，你还逼自己的话，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就是反效果。你可能后来想到这件事情，你就不想做了。那第5点呢，也是最后一点，那其实就是不一定要有目标。觉得其实学语言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目标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目的了。好像对我来说，为什么要学语言？学语言其实只不过就是我喜欢，学的过程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我又有成就感，然后又觉得自己很棒。那偶尔也可以拍拍影片，然后分享自己就是学语言的一些心得。这整件事情就是让我开心的地方了。以我日文来讲的话，我也就是算是可以自由使用啦，就可以蛮顺畅的，就是讲日文可以跟人家聊天啊等等的。如果今天说好，我要给我自己一个目标，我要成为口译，就是以我日文当做一个技能，所以这就是我学日文的目标的话，你要涉猎很多你根本就没有兴趣的很多领域啊，你要知道很多根本就很无聊的单字啊等等的，这对我来说就变得太
太多了，太复杂又太麻烦。那又或者说是我的德文，我之前的影片就讲到说，我学德文是因为我男朋友是德国人嘛，可是我们之间我们可以讲日文，我们又可以讲英文，所以沟通上就已经没问题啦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再多学个德文跟他聊天啊，所以是不是他就好像没有个必要性要去学它？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只要想到有一天可以用德文聊天，它就是我的目的了啦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重点就是不要给他想得太复杂，不一定要给他加上一个说哦，我要拿到日检1级，我要拿到韩检6级，我要考到什么什么什么，不一定。就是只要这件事情本身是让你开心的。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。第一点呢，其实就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从发音开始，然后1天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第二点呢，是要有自己的读书计划，然后最好是记录你每一天有没有学习这样子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你要有多样性的学习方式。当你觉得腻了的时候呢，就找新的学习方式。第四点呢，是不想读的时候就不要逼自己读，用听的就好了。第5点呢，就是不要把学语言这件事情想得太复杂，只要你学得开心，那就 OK 了。OK，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的内容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也会一一回答之前大家发问的一些问题。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对你们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